你喜欢猫咪跟狗狗吗？那些毛茸茸的小伙伴会跟你玩，让你疼，可能是你家中的一个室友，或者是家人，你说了算。但也有人觉得他们只是动物，与生俱来就跟我们不一样，不论多么深的感情羁绊或是投资成本都不算数。就跟火锅到底要不要加芋头一样，没有人能真的说服对方。但如果今天天灾来临，你会用多大的心力去保护他们？或者更正确的说，你能用多少心力？这就来到今天的题目：天王星大楼的动物们值得被救吗？我不确定这个影片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的 YouTube， 也许是发布的几个月后，也许是几年后，只有演算法大神知道。让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，回到2024年的4月3日。如果有你忘了，或者是基于某些原因你错过了，那天台湾的花莲县上午7点58分发生了规模7.2的地震，我就不赘述地震的细节了。我不是气象局，也不是 ChatGPT， 强烈误塌楼倒桥段，你知道地震的日常。虽然你应该不想知道，但我还是要说，地震的当下我被吓醒，躺在床上不知道该跑还是该叫，就像是恐怖片里面不到30分钟就挂掉的配角。进入主题之前，这是我的猫，它是一只混种猫，橘猫或者是胖子，随便你怎么叫。发它的照片是为了表态我也是有毛小孩的。同时我必须先声明一件事，我对于整个事件的人事物没有负面看法，我会尽量以客观的角度去聊，但是接下来的内容一定会惹某些人不爽。有些人哪怕只是在呼吸，你都会觉得被冒犯，在Twitter上面发完抱怨，然后被演算法推播到某个人的手机里。回到正题，这次的地震不但是灾损严重，其中一件事情占据的媒体版面大概4-5天去，我不确定，我算术很差。地震导致几个大楼坍方，其中一个叫做天王星大楼，有一位康姓女子在大楼坍方后试图回去救她的爱猫，然而事不如愿，她没有救到，她也没有走出天王星大楼。一路好走，康小姐，猫咪已经被救出并安置了。从这个点开始，天王星大楼成为媒体与动保人士的关注焦点。由于天王星大楼有2度坍方的危险，政府在专业评估后决定拆除。多亏了网络的发达，很快的全台都知道了这件事。11号当天，一名许姓男子不满施工单位的作业，没有妥善顾及到依旧受困扰的猫咪们的安全。这边我暂停一下，网络上的资讯过于混乱。有些人说许姓男子要求停工，许姓男子自己发文说没有。你一定碰过这种剧情，只差没有人问你谁对谁错，所以我就不讨论这个部分了。但我可以跟你说，那位许姓男子在猫咪圈很有名。如果你还记得查查虐猫案，你就能查到原因。不想查也没关系，我不是你爸，不会叫你去卖火柴。在我写这篇文稿的时候，总共有10只鸡、5只猫及2笼仓鼠被救出。你有看过脸书、Instagram 或新闻的留言区的话，不外乎就是2种看法：希望可以救出所有动物，或认为动物的命不值得大费周章。如果你是个动保人士，或者你只是喜欢毛茸茸的可爱动物也没关系。我要跟你讲一件事，而你不会喜欢的。依据中华民国民法195条的定义，宠物属于财物，以防万一你听不懂，也就是物品的意思。记起来了吗？很好，晚点会有随堂考。天王星大楼当时的状况是，如果不拆除，底部结构已经严重受损的前提下，只会继续往下倒。倒下是一回事，对周遭建筑及路面造成伤害是另一回事。大家都知道，拆除前一定要确保里面的人都已脱困，或是如果有人不幸罹难，至少也要将遗体先运出来。那么属于物品的宠物又该如何处置？基于尊重生命的立场，施工人员会尽量救一个是一个。但天王星大楼的状况是，有人认为屋顶的鸡群不需要救，有些人觉得需要，这牵扯出另一个问题，所谓的众生平等，那条界限到底在哪？动物农庄有一句名言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，但有些动物比其他的更平等。鸡的命跟猫一样吗？偶然被发现的那笼仓鼠呢？10只鸡、5只猫、2笼仓鼠，比得上其他市民的安全？在现场抢救的施工人员呢？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重要？当时间1分1秒倒数，大楼越来越倾斜，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思考这种哲学等级的问题？如果你还记得影片开始我有提到养一只猫的事情，地震的当下它刚好在笼子里，并不是因为我关笼饲养，猫奴们冷静点，是因为那个小王八清晨4点的时候不睡觉，绕着整个房间跑，嗷嗷叫，像是台1级方程式赛车。为了顾及其他人的安宁，我只好用零食请他去笼子里面冷静。殊不知7点58分，当我们2个都在半梦半醒之间，地震就像麦莉希拉骑着破坏球般出现。你应该会好奇他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有，技术上。但可能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过大地震，他吓到尿床了。
整只猫缩成一颗球，像是刚出炉的棒蛋糕。我试着把它抱出来，它僵硬的跟石头一样。总算挖出来后，它像无尾熊抱着尤加利树一样抱着我。虽然它平时是个小王八，可能因为它是橘色的，但那个当下还是会心疼，怕如果它受伤怎么办？如果你有养宠物或是有小孩，就能体会我的心情。回到前面的议题，如果今天是我家的楼倒了怎么办？我会希望消防队员救我的猫吗？说实话，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除了私情，还涉及很多条件，大楼倒塌程度、救援困难度都会是我考虑的因素。但我不会冲进去救猫，应该它有9条命，我只有1条，何况它是猫，论灵活力和反应力，它们都更胜我迷仇。我相信它会没事的，我也只能这样相信。地震之后，许多名嘴跟网红纷纷当起地震专家，告诉你要准备什么，要帮你的宠物准备什么。这样跟你说好了，他们的建议都可以听可以做，但如果地震真的大到可以把你家毁掉，再多准备都没有用。如果你的宠物不管是狗是猫还是兔子被困在建筑物里，你会赌上别人的安危去救他们，或是干脆赌你自己的？我不能告诉你怎么想，相信你心里自有答案。布加拉提说过，有些事情心里想想就好，千万别说出来。有些人注重饮食积极运动，最后死于车祸。有些人放纵自己好吃懒做，最后安享天年。不是要你躺平，是要有一个面对不幸的心境，珍惜每个当下，为意外做准备。我的托特包里面有个迷你钱包，里面塞了备用的钱，通常我都会像掉到桌底的发夹一样忽视它，但它救了我很多次。建议你也去买一个。人生是个表，有时候不但给你柠檬，还会挤到你的眼睛里。听起来有点消极，但我猜就是这样。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会从天王星大楼讲到这么鸡汤的话题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这就是我对这个事件的总结。如果你有宠物，看完影片后去给它个抱抱，它们可能会有点困惑，但你会感觉好一点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内容，也是这个频道的首支影片。文不对题，节奏奇怪，咬字不清楚的话，还请见谅。如果有什么想法或建议，都欢迎留言。喜欢影片或有学到东西的话，请帮我点个赞。不喜欢或没有学到东西的话，也可以点到赞。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虽然现在上面什么都没有。我的名字是米克森，祝你有个美好的雨天。